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一起学汉语。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学习汉语了。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聊聊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实用的话题，哦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中国，你要是去饭店吃饭，该怎么点菜呢？哎，这个确实太重要了。对，我们会一起学些重要的词语、句子，还会练练对话。对，这样以后你去中国的餐厅吃饭点菜就能更方便、更自信。这个话题呢，对 HSK 2级、3级甚至4级的学习者，我觉得都挺有帮助的。是的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一些最基本的就是核心词汇开始吧。大家注意听发音和意思啊。没问题。先说说地点和人物吧。吃饭的地方，你可能会听到3个词：饭店、餐厅、饭馆儿。饭店、餐厅、饭馆，这3个有什么区别吗？其实啊，它们的意思差不多，都是指吃饭的地方。可能饭店有时候也指可以住宿的地方，但在口语里说去吃饭，这3个经常可以换着用。哦，明白了，就是说我们去饭馆吃饭，或者这家餐厅不错，都行。然后在餐厅里帮我们点菜、倒水的人，我们叫服务员。服务员，这个很常用。那去吃饭的人呢，就是顾客。我们去吃饭，我们就是顾客，也就是客人。顾客、客人。好，那做菜的人呢？做菜的人当然就是厨师啦。好，了解了地方和人。那我们再看一些相关的行为和动作。最基本的当然就是吃饭。如果要去一家很火的餐厅，或者人比较多，最好提前打个电话定座，或者叫预定。定座预定就是 reserve a table。对，然后到了餐厅，坐下来就要点菜了。服务员会给你一个餐单，餐单就是 menu， 点菜就是看餐单，告诉服务员想吃什么。没错。吃完了呢，就要付钱，这个动作叫买单，或者也可以说结账。买单、结账，意思一样，可以说服务员买单。是的，有时候菜点多了吃不完怎么办？这个我知道，可以打包。对了，就是请服务员帮忙把剩下的菜包起来带走。那如果看菜单儿，不知道点什么好呢？这个时候就可以请服务员推荐一下，问问他们有什么好吃的或者特色菜。推荐，好主意。我们说一个菜好吃不好吃，会用到哪个词儿？会用到味道这个词儿，比如这个菜味道怎么样，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，这些都是描述味道的。味道，记住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一些常用的菜品的名字，这些在中国饭店非常常见。好啊，主食一般有什么？最常见的主食，南方吃米饭多一些，米饭。北方呢可能吃面条更多，种类也很多，比如很有名的牛肉面。牛肉面，还有用米饭做的炒饭也很普遍吧？对，鸡蛋炒饭、扬州炒饭什么的，还有饺子，这个也非常有代表性。饺子，过年过节经常吃。当然还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中国菜，比如北京烤鸭。这个很有名，去北京必吃。还有川菜里面那个麻婆豆腐，通常有点辣，很下饭。麻婆豆腐，还有那个宫保鸡丁呢。对，宫保鸡丁，这个菜也很受欢迎，鸡肉、花生、辣椒一起炒，味道很不错。了解了吃的，那喝的呢？还有一些饮料和口味相关的词儿。中国人很喜欢喝茶，特别是绿茶，餐厅里一般都有。茶、绿茶，那其他的呢？当然，啤酒啊，各种果汁啊，也都很常见。好，吃饭用的工具主要是筷子，对吧？对，筷子，这个可能需要外国朋友多练习一下。喝汤或者用筷子不方便的时候，会用勺子。勺子，还有装饭装汤的那个是碗。碗。好，最后再说说口味。刚才提到味道了，具体的，比如 hot 就是辣，辣椒的辣。那 sour 呢？像醋那样的是酸。sweet 甜，糖的味道。salty 咸，盐放多了就咸了。辣、酸、甜、咸。
嗯，了解这些口味，点菜的时候就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喜好了。没错。好了，词语我们大概了解了。那在不同的情况，比如说从定位子到最后买单，我们具体该怎么说呢？有哪一些常用的句子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些实用的句型，这些非常重要。我们分几个场景来说吧。情景一，预定座位。打电话定位子。对，拿起电话可以先说：“喂，你好，是餐厅名字吗？”确认是这家餐厅之后呢，就说：“我想预定一个座位。”很直接。那服务员一般会问什么？他可能会问：“好的，请问您几位？什么时候来？”这个几位就是问几个人。几位？那我该怎么回答？你就说清楚人数和时间，比如我们一共4位，今天晚上7点到。最好再说一下姓氏，方便记录。我姓王。明白了。然后服务员就会说：“好的，王先生女士，已经帮您订好了。”这样位子就订好了。好，这是定做。那情景2，到了餐厅呢？到了门口，服务员一般会主动打招呼：“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几位？”我就直接告诉他人数，比如我们3位。对，如果服务员问：“请问有预定吗？”你就回答有或者没有。那要是没预定，又想坐个好位子，比如靠窗的，你可以先问：“还有位子吗？”然后再说：“我们想坐靠窗户的位子。”靠窗户就是挨着窗户边儿。哦，靠窗户的位子，明白了。好，接下来情景3，点菜，这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了。对，终于到点菜了，怎么说最自然呢？在口语里呀，有一个特别常用的动词，就是用来。来，怎么用？很简单，直接说：“服务员，来一个宫保鸡丁，来一瓶啤酒，再来2碗米饭。”就是来加上数量和菜名，听起来很地道。哎，这个用法好。来一个宫保鸡丁，记住了。那还有别的说法吗？当然有，用要或者请给我也是完全正确的。比如我要一个麻婆豆腐，或者客气一点，请给我一杯绿茶，意思完全一样，服务员肯定能听懂。要和请给我。那如果我不知道点什么，想让服务员推荐呢？这个也好办，你可以询问推荐，直接问：“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菜？”特色菜就是 special dish。对，就是他们店最拿手、最有名的菜。或者你也可以问：“你能给我们推荐几个菜吗？”这样服务员就会给你建议了。还有口味也很重要，特别是辣不辣。是的，很多人关心这个，所以要学会询问口味。最简单的就是问：“这个菜辣不辣？”那如果我不能吃辣呢？那你一定要提前说清楚，我不能吃辣。然后可以问：“有什么不辣的推荐吗？”这样就能避免点到自己吃不了的菜。对，提前沟通好。有时候点菜，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，这就是情景4，提出要求。比如口味上的调整，可以用多、少或者别。怎么用呢？喜欢辣一点，就说请多放一点辣；不想太咸，请少放盐。如果不吃某种东西，比如香菜，可以说别放香菜。多放辣，少放盐，别放香菜，很实用。那如果在吃饭过程中还需要点别的，比如加双筷子，这时候可以用再要这个句型。比如服务员，请再给我一双筷子，或者饮料喝完了，再要一瓶水。再要一双筷子，再要一瓶水。明白了。好，吃的差不多了，最后一步就是情景5，买单与打包。对，吃完饭准备走了，你需要叫服务员过来结账。这时可以举手说：“服务员，买单。”或者结账。买单，结账。服务员会告诉你一共多少钱，然后就是付款方式了。现在手机支付很方便。对，可以问一共多少钱，可以扫码吗？扫码就是用微信或者支付宝付钱。是的，当然也可以问清楚，刷卡还是现金？那如果有菜没吃完，想带走呢？那就是打包。你可以指着那个菜说：“服务员，这个菜没吃完，请帮我打包。”请帮我打包。
他们就会拿盒子帮你装好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哇，感觉整个流程都清楚了，理论学了不少，我们不如来实际演练一下。好啊，这个主意好。我们来模拟2个对话场景。这样吧，你来当顾客，我来当服务员。行，没问题，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对话1，在餐厅点菜。服务员：你好，这是餐单，请看一下。请问现在点菜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我们看看，你们这有什么推荐的吗？我们的宫保鸡丁还有牛肉面都卖得挺好的，味道很不错。哦，好，那来一个宫保鸡丁吧。哎，这个牛肉面辣不辣？我朋友不太能吃辣。牛肉面默认是放一点点辣椒油的，有点微辣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告诉后厨，给您做成完全不辣的。哎，可以做不辣的，太好了，那就要一个不辣的牛肉面。再来2碗米饭。哦，对了，还有1瓶啤酒。好的，那我跟您确认一下啊，一个宫保鸡丁，一个不辣的牛肉面，2碗米饭，还有1瓶啤酒，对吗？还需要别的吗？对的，够了，先这些吧，谢谢。过了一会儿，服务员，不好意思，能再给我一个勺子吗？这个汤有点烫，用筷子不太方便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马上给您拿过来。稍作停顿。怎么样？刚才这个对话里，你就用了不少我们刚才讲到的点。确实用到了，比如来一个，要一个，问了辣不辣，还再给我一个勺子，感觉实际用起来就是这样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第2个场景，结账和打包。这次还是你当顾客。好，对话2，结账与打包。服务员您好，买单。好的，您好，您稍等，我给您算一下。好了，您这桌一共消费是158块。158，好的。哎呀，这个麻婆豆腐味道真地道，太好吃了。可惜我们2个人没吃完，还剩不少呢。能帮我打包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没问题。稍等一下，我去给您拿打包盒。等服务员拿来盒子并打包好，麻烦你了，谢谢。我用微信扫码支付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没问题。您扫这里的2维码就行。好啦，支付成功了，谢谢您的光临，打包的给您拿好，欢迎下次再来。这个对话也挺顺畅的，结账、打包、扫码付钱，这些关键步骤都包括了。是的，希望通过这2个对话，能让你对实际怎么用这些话有更直观的感受。不过在实际运用中，我们发现有些学习汉语的朋友可能会不小心犯一些小错误。了解这些常见的错误，可以帮助你说得更准确、更地道。对，我们来说说3个常见错误。第一个就是用做或者拿来点菜。比如说，有的朋友可能会说，请做一个宫保鸡丁。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。是有点奇怪。用做呢，听起来更像是你在直接对厨师下命令，而不是顾客在餐厅点单，感觉不太礼貌，或者说不太符合通常的习惯。那用拿呢？比如点啤酒，请拿1瓶啤酒。这个也不太对。拿这个动作通常是指去取一个已经存在在那里的具体东西，比如帮我拿一下门菜。点菜点饮料是你希望餐厅提供这个商品给你，而不是让你去拿。明白了，那正确的应该怎么说？最地道最常用的就是我们刚才练过的，用来一个宫保鸡丁，来1瓶啤酒。来。用要也可以，非常清楚。我要一个宫保鸡丁，我要1瓶啤酒，这2种是最好的。好，记住用来或者要。第2个常见错误呢，是量词用的不太对，特别是什么都用个。这个好像确实容易搞混。比如点面条。对，有的朋友可能会说，我要1个牛肉面。1个牛肉面，好像不太对。是的。个通常是用在可以独立数的一个一个的东西上，比如1个人、1个苹果。面条是用碗或者盘子装的，我们一般不说1个面条。那应该用什么量词呢？点面条或者汤可以用碗，我要1碗牛肉面，或者用一个比较通用的量词份儿，这个词用在很多菜上都没问题。我要1份牛肉面。份或者碗。那点别的菜呢？比如炒饭或者宫保鸡丁。
用份通常是最保险、最常用的，比如一份炒饭、一份宫保鸡丁、一份烤鸭，这样说就很标准。费是个很万能的量词，记住了。好的，那第三个常见错误是什么呢？第三个是容易把买单和付钱搞混。哦，怎么说？有的学习者吃完饭想叫服务员过来结账，可能会对着服务员喊错误示范，服务员付钱。付钱？听起来好像有点太直接了。对，而且不太准确。付钱这个动作是你自己掏钱支付的那个行为，而你叫服务员过来是想让他来帮你算账单，让你准备好支付。这个请求的指令应该用买单或者结账。哦，明白了。买单和结账是叫服务员过来的意思，相当于英文的 check please， 而付钱是 pay money 这个动作本身。完全正确。所以想让服务员过来算钱的时候，记得要说服务员买单或者服务员结账。买单结账，记住了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理论、例子，还有常见的错误，现在轮到大家来动动脑筋练习一下了。好啊，来做几个小练习。练习一，情境练习。听好情境，你想点一份炒饭和一瓶啤酒，但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吃辣。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跟服务员说呢？停顿几秒。好，你想好答案了吗？来，我说一个参考答案。你可以说，服务员，来一份炒饭，再来一瓶啤酒，麻烦请一定不要放辣，或者简单点儿，服务员，来一份炒饭，一瓶啤酒，请别放辣。你说对了吗？关键是量词份和提出别放辣的要求。练习二，改错练习。听下面这个句子，看看它错在哪里了，应该怎么改。句子是，在餐厅里，服务员你好，我要做一个麻婆豆腐，再拿一碗米饭。停顿几秒，找到问题了吗？这个错误我们刚才讲过。对，就是用了做和拿来点菜，应该用来或者要。所以正确的说法是，服务员你好，我要来一份麻婆豆腐，再来一碗米饭。对了，好，最后一个练习，完成对话。听一段对话，轮到你扮演顾客说话的时候，你会怎么说？服务员，您好，请问几位？我们2位。我们想坐靠窗的位子，可以吗？好的，没问题，请这边坐，这是菜单，您看一下。顾客，想一想，现在该你了。你可以先问问服务员有什么特色菜，然后再点一个菜，你会怎么说呢？停顿几秒。好，你想好了吗？你可以先问服务员，请问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菜吗？然后呢？假设服务员推荐了北京烤鸭，你觉得不错，就可以说，好的，那来一份北京烤鸭吧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点别的，比如那来一份麻婆豆腐，都可以。明白了，这个练习很有用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关于在中国餐厅怎么吃饭、怎么点菜这个话题就聊得差不多了。我们一起学习了相关的词汇，熟悉了不同场景下，比如预定、点菜、买单时候的常用句子。对，还通过对话模拟了真实的情景，也特别指出了几个大家容易犯的小错误。希望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些内容对你真的有帮助。下次你去中餐厅的时候，带胆试一试。对，别害怕说错，多练习最重要。你肯定会说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流利。最关键是敢于开口去交流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一起学汉语再见。再见。